在我从加拿大搬到西班牙之前，有一次跟朋友吃饭，我说我想要找到一个完美的国家，那里自然风光好，气候宜人，人民素质高，平等自由，社会基础设施和医疗保障完善，没有战争，没有偷盗。我朋友说，你想要找的地方在天堂，人间不存在。在搬到西班牙之后的这将近2年的时间，我也去过了欧洲其他12个国家。那么我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在我心目中完美的国家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吧。我会按照北欧、中欧、西欧、南欧这个顺序来聊，先用几个关键字来概括一下我对于这几个区域的印象，再聊一聊在我的旅行过程当中每个国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吧。那就先从北欧开始讲，关键字是秩序和人文。在我刚到奥斯陆的时候，我在火车站想要买一瓶水，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找到工作人员，就只有一台自助结账的机器，所以我结完账之后就走了。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国家人都这么自觉吗？在火车站这么人员密集的地方都不需要一个员工来看着。后来我到酒店 check in 的时候，发现酒店也没有前台，只有4台机器，你需要用提前通过邮件发给你的 code 把你的门卡打印出来。check out 的时候也是直接退回到机器里边。我后来第2天再去那个火车站的超市，我发现它并不是没有员工，而是我前一天去的时候可能刚巧那个人不在。但是整体来讲，还是觉得这个国家很有秩序，大家都很自觉。再来聊一聊斯德哥尔摩给我的印象。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赶上的是他们的诺贝尔周，那一周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每天晚上有一个大型的灯光秀，把历届的诺贝尔奖的女性获得者的事迹通过灯光秀配合音乐的形式打在市政府的墙上。我其实之前有去过几个教堂看过类似的灯光秀，感觉是很震撼的，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免费的在室外的灯光秀比之前我看到过的任何一个教堂里边的收费的都更要震撼，因为它让我一个女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尊重，因为它并不是喊口号，它做的这种形式是不容得你忽视的。因为不管你是游客还是你是本地人，你是开车的，坐公交车的，坐火车的，只要你是路过市中心，路过市政府，你是不会看不到这一场大型灯光秀的。所以它等于是在无形当中就把尊重女性这样的一个思想传达给你了，在你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被动接受了。我对赫尔辛基的印象就是感觉它跟我的东北老家有点像，可能是因为我的家乡有很多俄式的建筑，跟赫尔辛基的一些建筑很像，而且还有有轨电车，所以我就感觉走在赫尔辛基的路上有种走在东北沈阳哈尔滨的那种感觉。我在赫尔辛基还差点被骗了，就是在火车站门前，我过马路的时候，一个已经满口没有牙的老太太走过来，问我能不能给她买点吃的。我说我没有零钱，她说我不要钱，你就带我去买点吃的就可以。以我多年的旅行经验，我判断其实这90%是骗子。他可能会带我去他指定的一个地方买东西，然后在过程当中他的同伙可能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会拉开我包的拉链，这就是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所以我拒绝了他。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一个本地人就跟我说，那个人就是个骗子，他是因为看到你的包是朝后背的嘛，拉链在后边，所以感觉挺好下手的，你多注意一点吧。所以你看，其实即使是在北欧这样我们认为像童话一般的王国里，其实也还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哥本哈根给我的感觉跟荷兰有点像，但是是放大版的荷兰，感觉那些彩色的小房子在荷兰特别挤，但是在哥本哈根就比较大气。以上就是我对北欧这4个国家的初印象。那么我会不会选择在北欧生活呢？我觉得暂时不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天黑得太早了。我记得我在赫尔辛基的时候，下午3点半我已经可以拍到夕阳了。而且我问过我挪威的同事，我说大家都感觉北欧好像生活很慢节奏，但是我真正到了那边之后，我发现大家走路挺快的。我每次从地铁出来的时候都感觉要被人带飞了。他说那是因为我们天黑得太早，你必须要趁着天黑之前去接孩子去买菜，所以大家都会走路特别快。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如果他们天黑这么快的话，下午4、5点之后他们就回家待着了，他们都在家干什么呢？下面来讲讲中欧吧，我想用效率和便利来形容这个地区。我在奥地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就是在从维也纳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我之前是买了一张早鸟的卧铺票，但是因为我出行的时候换了手机，所以我上车之后在 App 上打不开之前的2维码。火车上的售票员呢，他又说即使他理解我是买了票的，也能看到我的发票，但是因为我没有验证码，他无法给我验票，所以就不让我去睡觉。解决方法就是他让我先补了一张全价票，但是他跟我说，因为你为同一个铺位买了2次票，你可以明天早上尝试给客服打电话，看能不能把你之前买的那张票给退了。其实我当时根本就不抱希望，但是第2天早上我还是试了一下，结果没想到电话接通之后，我跟那个人说我昨晚上车打不开 App 里边的2维码，所以我补了一张票，我想问能不能退票。对方就直接问我，你当时订票的那个16位的号码是多少？我就把数字报给了他，之后他说你稍等一下，然后等了3、5分钟，对面一直都没有动静，我以为已经掉线了。然后他说我已经往你的邮箱发了一张等值的代金券，你在未来10年都可以继续用它。我当时特别的惊讶，因为他任何其他的信息都没有问我要，只问我要了一个16位的数字号码，之后就很干脆的把钱退给了我。我在想，可能是因为这种事情在他们那儿经常发生吧，所以他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度信任的表现，他并没有去核实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买了一张票，因为我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用这张票，然后我跟他说我用过了，或者是我多买了，所以让他给我退票，但他完全都没有核实其他信息，就直接退给我了。还有就是在维也纳的歌剧院，我那天只是临时起意想要去试一试，看能不能等到站票，所以就去排队，后来还真被我等到了。让我惊讶的是，竟然连站票都有字幕，而且是中文字幕可以看。我之后问了 ChatGPT， 他说全世界只有美国大都会和维也纳的这家歌剧院提供的是多语言的翻译。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你除了是站着以外，其实并没有牺牲其他的观看感受。后来我去了布达佩斯，那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别人在攻略上用2天逛完的地方，我2、3个小时就溜达完了。我就觉得挺无聊的，没事儿干，然后就查到那里有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洗浴中心，就现查地图，发现坐公交车10分钟就能到一个迪卡侬，就在那儿买了套游泳衣，之后又坐了半个小时不到的公交车到了洗浴中心，发现它是一个里外大概有10几20个池子的温泉式的洗浴中心，然后我就在那里和从全世界来的各个国家的人一块洗了个大澡。我还挺难想象在除了东北以外的地方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德国待的时间是最长的，我当时是从柏林开始逆时针去了汉堡、
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海德堡和慕尼黑，还赶上了当时的啤酒节。去德国其实最一开始是为了给我去柏林跑马拉松的朋友加油的，我没有想到他的交通可以发达到这种程度。我朋友当时是把他的定位分享给我的，我就按照他跑步的路线去坐地铁。我朋友在地面上跑，我坐地铁在追他。我按照他的跑步路线，在离他大概接近我将有200-300米的地方的地铁站上来，给他喊加油，给他拍照。就这样，我一共抓到他4回。因为之前我在多伦多也有给他加过油，但是在多伦多你就不用指望公共交通能达到这种程度了，我只能最后开车到终点站去给他喊加油。但是在德国，如果我能够再有一次的话，可能我会抓到他更多次。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第2个国家能够达到这种程度。虽然很多人吐槽 DB 德铁，而且我也确实被他诓过，比方说在 App 上告诉我的火车 delay 了15分钟，然后我就低头玩手机了。我一抬头发现我的车竟然在我对面的站台，并且准时来的，但是我当时已经赶不上它了。因为整个火车站都是用德语报站，我根本也听不懂，我就只能看 App。所以后来我就吸取了经验，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到了火车站，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电子屏，随时关注动态，根本无法分神。但是因为我只是去那儿旅行，所以我也不赶时间，而且它的班次有很多，我即使是错过了我的这一班，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也可以乘到下一班。不管怎么样，我当天都会到达我的目的地，所以对于我来讲，它还是非常便利的。而且从地铁站出来到火车站，你只要上一个电梯下一个电梯，1分钟之内就能无缝衔接。这个我在其他国家也是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我当时用的是游客的 Day Pass， 我只要早上把我的这个 QR code 给它激活了之后，我全天不用在任何的地方刷卡。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德国人哪来的自信，不管我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博物馆，从来没有被安检过。这个也是我在其他的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瑞士的美是不管你是晴天还是阴天去都不需要滤镜，各有各的美。但它的早餐也真的是难吃，我住过的所有的酒店里边提供的早餐都只有煮鸡蛋、面包、坚果、火腿和 cheese， 没有其他东西了。那我会不会选择在这几个国家生活呢？我觉得也还是不会，因为我还是喜欢更温暖的地方。而且就即使是在我喜欢的维也纳，晚上在金色大厅听完了演奏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当时应该不到10点，但是街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了。我感觉我还是更喜欢马德里的人气儿的活人感吧。我刚巧最近在游泳馆的桑拿房结识了一个德国人，他说他是20几岁的时候搬来的西班牙，现在在这边也已经生活了20多年。他说作为女性来讲，他认为西班牙比德国更安全，因为德国晚上天黑了之后会有流浪汉在街上。他感觉至少在他生活的这20多年，他认为西班牙非常适合女性生活。聊聊西欧，西欧我的关键字就是多元。荷兰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总部在那儿，所以我去出差了好多次。阿姆斯特丹在我去到第3次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可玩的了，但是我很喜欢那儿的东方行还是东方航，我不知道它应该怎么发音，但是它让我想起加拿大的大统华。因为在西班牙就是没有一个这样比较大的连锁的中超，所以品类不是很全。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在荷兰生活的话，至少去买中餐食材应该是非常方便的。我当时是从荷兰坐火车南下去的布鲁塞尔，出了布鲁塞尔的火车站，立马感觉到有点脏脏的，但同时又感觉很接地气。我出了火车站之后，听到的第一个人的说话竟然是西班牙语，所以我当时就是反而会有一种
比较亲切的感觉，就像我第一次在马德里的街头走路，听到美式英语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感觉他们火车的列车员都要比别的国家提前10分钟开始报站，因为他要把英语、荷兰语、法语、德语全部都讲一遍。我去卢森堡的时候刚好赶到周日，所以街上的店几乎都没有开。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城市很小，但是很干净。然后据说 WiFi 和公交都是免费的，我那天只是免费的坐了电车，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WiFi 也是免费。最后我们来讲讲南欧吧，其实主要就是葡萄牙。葡萄牙其实是我搬来西班牙之后第一个去的国家。我当时是跟我加拿大的朋友约了去亚舒尔群岛徒步。在我们的徒步团队里边有一个从美国来的退休的老太太，她说她那次来其实是去葡萄牙考察退休的，因为她有一个朋友就住在里斯本，她想看看她是否要退休之后也搬来葡萄牙。据她说，在美国你如果上班的话还好，因为公司会帮你交保险费，医疗保险费。但是如果你退休了之后的话，医疗保险费是很高的，你还要自己去承担，其实这会是一个很大的支出。我自己在葡萄牙旅行的时候的一个深切感受就是，葡萄牙的英语普及率确实比西班牙高太多了，是因为那边反而移民更多吧。我记得我一共打了4-5次车，我每次打车的时候都能跟司机聊起来，有的司机是本地人，但大部分都是南美国家或者是其他欧洲国家移民过去的，但是我全程每次都跟司机聊得特别好。但我在西班牙也打车不下10几次了，我每次但没有一次跟司机聊天的。可能是我一上车他们就发现我西语不好，所以他们也懒得理我吧。所以我觉得葡萄牙确实是西班牙的一个退休最大的竞争对手，因为它生活成本比西班牙还低，而且还靠海，气候方面可能会更舒服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退休了之后会选择葡萄牙的原因吧。我觉得我去过了这些国家，对比完了这些感受之后，我可能还是更喜欢待在西班牙吧。具体的原因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的视频，但我总结下来，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暖和和有人气儿，会让我觉得更有安全感。我上一期视频的时候还说西班牙的雪在空中下完到地面就化了，结果今天早上就打脸了。如果你看到这里还没有转台的话，那就欣赏一下马德里今天早上的雪景吧。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晚，也许你会对我35岁才去加拿大留学，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以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